Loop Engineering 最近在 AI Agent 群被讲得很热。表面上，它像是在说不要只写 prompt， 要设计会自己推进的 loop。可是观众真正会在意的不是名词本身，而是这件事到底能不能用。如果我今天有3个专案，10几个任务，每天都有错误、留言、素材和代办要整理，我能不能让 AI 不只是回答我，而是自己跑一段流程，检查结果，留下记录，再把需要我判断的地方交回来？这集我们就把 Loop Engineering 拆开来看。Loop Engineering 的核心，可以先用一句话抓住：你不是只给 AI 一次指令，你是在设计一个会反复工作的行为回圈。这个回圈会先看现在的状态，规划下一步，执行一个动作，观察结果，把结果写进记忆，然后判断要不要继续。它跟一般 prompt 最大的差别，不是句子变长，而是工作不再只跑一次，它会搭着状态往前走。把 Loop Engineering 放进完整架构里，会比较清楚。最底下是 prompt， 负责一次指令怎么说。再往上是 context， 负责把文件、需求、规格、限制喂进去。接着是 tools 和 connectors， 让 agent 能碰到真实世界，档案、终端机、浏览器、GitHub、Notion、Slack 资料库或你自己的管理系统。再往上是 memory 和 state， 记住这轮做了什么，下一轮从哪里接。然后是 harness 和 permission， 控制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Loop controller 才在这些东西外面，决定什么时候开始，跑几轮，何时停止。最后还有 verification 和 orchestration， 一个负责判断结果，一个负责多专案、多 agent 的分工。一个 Loop Engineering 系统可以拆成6个构件。第一是 automations， 让任务可以按时间、事件或条件自己启动，不用人每天手动提醒。第二是 work trees， 让多个 agent 同时处理不同任务时，不会互相改坏同一份档案。第三是 skills， 把专案知识、工作规则、踩过的坑写成可重用的能力，而不是每次重新解释。第四是 connectors， 让 agent 接到真实工具，像应用系统、资料库、文件、讯息平台。第五是 sub-agents， 把探索、实作、检查拆给不同角色，避免同一个 agent 做完又自己说自己没问题。第六是 memory， 保存这轮做了什么，下一步要接哪起，哪些地方等人类判断。可是这6个构件真正能不能变成 loop， 关键还在最后那一步，它要知道怎么验证结果，以及什么时候停止。没有停止条件的 loop 不是自动化，是失控。那实作上，是不是一个专案就要一个 loop？ 我的答案是，专案内部最好有自己的 project local loops， 因为每个专案的测试方式、档案结构、命名规则、禁止事项都不一样。卷账专案可以有每天检查错误的 loop， 整理新需求的 loop， 更新套件后跑测试的 loop。影片制作专案可以有素材整理 loop， 字幕检查 loop， 缩图检查 loop。这些 loop 有的是同一个专案的规则、记忆和状态档，所以他知道自己在哪个世界里工作。可是如果你真的在用 AI 工作，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专案，这时候就需要第2层 portfolio level loop。 它像调度中心，不直接冲进每个专案乱改东西，它每天扫描多个专案，哪个奖章测试坏了，哪个任务卡住，哪支影片缺字幕，哪个 agent 底意需要整理，然后它只做分派，把任务交给对应专案自己的 loop， 或开一个隔离工作区。这样一个 loop 可以同时照顾多个专案，但真正动手的人还是在各专案自己的边界里。所以 prompt engineering 真的要退场了吗？我觉得不是退场，是位置变了。以前 prompt 是你跟 agent 对话的句子，现在 prompt 定成 loop 库短的一个零件。真正升级的地方是你开始设计整个工作循环，任务从哪里来， agent 能碰哪些 connector， 状态记在哪里，怎么验证，错了怎么停，什么时候交给人。 loop 不是让人不用工作， loop 是把人从重复里放出来，回到真正需要判断的地方。